大家好，我係阿夫拉，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關於本頻道嘅話題。咁就2024年呢將會結束啦，咁呢部亦都係2024年最後一部影片。咁我先預祝大家新年快樂，而我亦都再一次感謝 support 我嘅觀眾，無論係以往嘅萬國覺醒嘅觀眾，定係依家嘅星穹鐵道嘅觀眾，我都非常感謝你哋。咁我簡略分享下呢3年幾以嚟呢我做頻道嘅心路歷程。咁我亦都希望呢屬我嘅觀眾呢都可以耐心聽一下。其實雖然我係一個自由嘅地方去做一個 YouTube 嘅頻道，但係佢經驗話俾我聽，如果你要做一啲嘅遊戲，特別係同中國有關嘅遊戲啦，你係必須要得到官方嘅默許同埋扶持，咁你先至可以有大量嘅觀看同埋訂閱。咁我就以我以前玩嘅萬國覺醒做一個例子啦。咁本身我嘅頻道每一條片都係有英文翻譯噶啦，所以亦都有唔少講英語嘅玩家咧會留意到我嘅頻道。咁當中咧亦都有一啲嘅玩家係同官方咧係有一啲嘅聯繫，咁佢就咧建議我咧將我嘅頻道咧掉上去申請我呢一個頻道咧係可以出現喺佢哋嘅官方 Discord 嘅 Media 嘅頻道裏面。而嗰個官方嘅 Discord 頻道咧，我冇記錯，個人數都已經係幾萬啊、10萬咁樣去計嘅。咁所以咧，如果經過佢哋嘅 approve 咧，咁以後你嘅頻道咧出嘅新影片咧，都會咧直接 announce 喺佢哋嘅官方頻道嘅 Media 上面。咁我都記得咧，我自己申請過2次定唔知3次啦。咁我嗰陣個頻道都已經過咗1000訂閱噶啦。咁最後咧，佢哋都係冇咗下文嘅，亦都唔會同你講咧有冇拒絕你嘅申請。咁喺呢件事冇幾耐之後呢，我有留意到有一個講法文嘅 YouTube 頻道呢，就喺佢哋嘅官方 Media 出現。咁我撳入去呢，睇佢嘅訂閱數呢，只有得500定唔知600嘅啫。咁所以呢，喺呢件事呢，我又學咗一樣嘢，官方其實係想揾一啲聽話嘅人去合作。即係直白啲咁講啦，官方呢覺得佢推出嗰樣嘅新 idea 係好嘅，但係好多玩家呢就覺得唔好。但係如果你作為俾官方認可嘅 YouTuber 嘅話呢，即係話你喺官方嗰個 Discord 嘅 Media 上面啊，咁你呢就唔可以講一啲對佢哋不利嘅嘢，而且仲要幫佢哋推銷啊！即係再講白啲咧，就係慳你哋啲玩家啦去課金。咁我就覺得咧，同我創咗頻道嘅理念咧係不符嘅，同埋佢哋俾我感覺啊，係我嘅感覺，佢哋咧唔係幾中意咧香港人或者華人咧去講佢哋嘅遊戲，佢哋對外國人係會比較友好。所以呢個遊戲咧搞咁多年咧，華人嘅主播咧係越嚟越少，咁啊得翻一個叫伊如，同埋另一位叫 CView， 而前面嗰位冇官方嘅 support， 用咗8年嘅時間，默默耕耘先至去到29000訂閱。其實我仲有好多嘅例子證明，有部分做呢個遊戲嘅外國 YouTuber 都係要靠住官方嘅保護傘，先至會有咁多嘅點擊同埋訂閱。咁就同冇官方 support 嘅 YouTuber 咧嘅訂閱同埋觀看點擊率咧，真係差天共地嘅。而且呢個遊戲一打 KOK 就要日日打，有時仲要打通頂。而且就算你肯課金，你都未必會贏，輸咗 KOK 仲會俾人鬧。然後你仲要同頻道嘅觀眾去交代。咁我問你啦，玩遊戲玩到咁邊忽似享受啊？簡直係貼錢買難受啊！而且嗰度課金嘅錢同星穹鐵道相比呢，簡直係微不足道啊！所以就俾我揾到星穹鐵道可以休閒咁樣玩，亦都唔使話大量嘅課金，咁我先至決定跳槽咧去講星穹鐵道嘅話題。咁你話過去3年做頻道嘅經驗對我嘅幫助有冇好大呢？的確好大。最起碼我依家出嘅每一條片都唔使寫稿啦，亦都買咗啲專業嘅錄音設備，佢從一啲好細微嘅地方去不斷做改進。咁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去講星穹鐵道嘅主題咧，都講咗幾個月噶啦，真正發力去做呢，就係8月。雖然俾我感覺啊，星穹鐵道呢個遊戲嘅大餅呢，好多人爭，亦都有好多嘅 YouTuber。但係如果你講嘅嘢真係對玩家有幫助嘅話，又或者係一啲未來版本嘅資訊，咁起碼佢哋都係會入嚟睇嘅。咁差嘅咪1000幾咯，好嘅咪700-8千啦，甚至過1萬。但我亦都留意到星穹鐵道呢個玩家嘅群體呢，又唔似我之前嗰個遊戲咁多中年嘅。咁個遊戲呢，就偏向年輕嘅多，亦都有時候某一啲嘅影片呢，可能表達嘅嘢呢係要再簡單啲，咁佢哋呢先至會去睇嘅。咁呢一啲嘅經驗呢，你必須要呢做每一次嘅影片呢，再去了解呢，你先至知道嘅，然後你先至可以做調整。不過你哋都要理解一樣嘢，但係如果我哋呢一啲嘅小頻道，你唔去講一啲突出嘅話題，因為你面對呢個餅嘅競爭實在太多啦。如果你講嘅話題同大型 YouTuber 講嘢都係差唔多嘅話，你哋真係好難獲得一啲嘅訂閱，而且嗰啲大咖仲係有一啲官方嘅工商添。所以如果你喺同一條賽道講同一條話題嘅話，根本上係好難同佢哋競爭嘅。更何況我係講廣東話嘅就更加唔容易。
所以如果你嘅頻道想喺冇工商嘅情況下，而亦都想你嘅影片同埋你嘅訂閱咧有所增長嘅話，咁你就要做一啲喺呢條賽道度其他人冇做過嘅嘢啦。但係呢樣嘢好坦白，亦都有個比較危險嘅情況，就係有一啲遊戲官方咧未必中意呢一類嘅 YouTuber， 因為呢一類 YouTuber 係不可控嘅。而有同官方合作嘅 YouTuber， 雖然同官方合作會為你嘅頻道帶嚟點擊同埋訂閱，但係就對你頻道創作嘅內容就會施加好多嘅限制，從而令到呢一類嘅 YouTuber 成為可控嘅一部分。咁可能有啲人會話，咁你同官方合作梗係有一啲嘅代價噶啦。但係從側面嚟講，亦都反映咗一樣嘢，就係變相用咗頻道嘅點擊同埋訂閱咧嚟要挾你，就會造就咗一種只有同工商合作咧，你嘅頻道先至會有大展拳腳嘅空間。如果暫時頻道嘅方向發展，你亦都唔想受到呢一類嘅束縛，將呢個頻道增長同發展嘅方針咧嘅主導權咧落喺自己手中，從而保持頻道最自由嘅方向去經營唔同嘅遊戲主題。但亦都要講俾大家知，走呢種方向嘅路咧，其實一啲都唔好行。喺同一條賽道要做到喺冇官方嘅工商嘅情況下而超車，就需要牽涉一啲未來嘅信息爆料啦。咁喺呢種嘅情況下咧，你自己頻道咧就要必須咧揾出一個平衡點，就喺爆料嘅同時亦都唔好令到官方難做，而同時亦都會達到自己嘅目的。咁我試住探求咧呢一個嘅平衡點咧，就希望冇翻車啦。咁喺呢個星穹鐵道主題嗰方面咧，如果你有啲咩建議嘅話，你都可以喺評論嗰度留言，又或者目前有一啲嘅話題啊，我涉獵唔到啊，講唔到個 point 啊，咁你亦都可以咧向我分享一下，咁我就會慢慢去不斷更正，從而去符合觀眾嘅期望。同埋我講一講星穹鐵道影片嘅風格。咁我目前對自己嘅影片風格要求就係以事論事，實事求是。我亦都唔會去做一啲圍爐取暖嘅影片，我亦都唔會去做一啲假希望嘅影片。例如話 3.0 版本會唔會出一啲追擊隊新角色，例如多隊啊，仲可以玩啊，仲可以好堅持啊等等。我唔知呢一啲嘅 YouTuber 係咪想透過呢一啲嘅話題咧去圈粉。但係通常咧官方一公布新嘅角色技能啊等等嘅資訊嘅話咧，咁你先前做嘅影片就有可能咧拍拍打臉啦。當觀眾意識到你成日俾假希望人哋嘅話，咁啲觀眾就開始唔會去睇你嘅影片噶啦。我亦都唔想咧一啲嘅觀眾咧去嘥時間去期待一啲嘅假希望，我就比較偏向於接受現實同埋速戰速決，嗰樣嘢得就得，唔得就唔得。越早洞悉真相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就 anyway， 如果你對呢方面都有建議嘅話，咁你就喺呢個嘅評論區嗰度留言啦。咁我講到呢度咧，我就分享下一啲我對 3.0 版本嘅遠景同埋推測。關於人物各方面，我覺得目前只有兩個嘅角色咧係需要比較注意嘅啫，分別就係霞蝶同埋白鴨。咁我預計咧呢兩個主師咧都會做得比較強噶啦。目前大家所知嘅就係霞蝶量子記憶，即係擺明玩召喚隊噶啦。而白鴨嘅話，暫時嘅技能都係未知嘅。但如果你對照崩衛3嘅同位睇嘅話，我相信咧白鴨都係強得離譜噶啦。所以呢兩個人物喺未來如果出躍遷嘅話咧，你哋不妨真係留意下，同埋準備星期去抽佢哋啦。如果預計咧 3.0 未來嘅新體系咧，唔會淨係得召喚隊咁單調嘅，一定係會仲有多一兩個新體系出現。咁我首先咧分享一下 3.0 嘅版本咧我嘅睇法，咁啊分別係大黑塔同埋阿格萊亞。咁講起大黑塔嘅話咧，目前咧我算係研究得好透徹噶啦，因為佢嘅機制咧始終都係離唔開雙爆以及對群，所以佢可以算係咧比較好理解嘅。佢點解之前嘅影片咧會預先分析大黑塔咧，就係呢個原因啦。而目前嘅 3.0 已經嚟到 V5 嘅版本啦，我相信啊記憶主阿格萊亞呢一種嘅召喚新機制咧，大概嘅玩法同數值咧等等啊都已經開始定落嚟噶啦。所以我預計咧會1月咧先至開始講有關召喚隊嘅影片主題。而喺我做躍遷嗰部分咧，我就會集中做大黑塔2+1，咁就唔抽阿格萊亞噶啦。而 3.1 版本嘅提寶同埋曼迪，咁我覺得咧需要了解嘅方向咧就係呢兩個嘅人物係咪綁定一齊玩嘅先。因為之前嘅內鬼消息咧都有講啦，呢兩個人物咧係綁定一齊玩嘅。咁有傳佢哋亦都係一種新嘅燒血體系，目前亦都唔知係咪對舊體系嘅角色有所幫助。咁所以咧提寶係咪真係爆花火嘅金幣咧，真係拭目以待啦。只要呢兩個人物一釋出佢嘅技能嘅話，咁我就會盡快做分析啦，然後用一個比較簡單容易理解嘅方式咧去話俾你哋知，咁啊好等你哋咧提前做好躍遷嘅準備。而最後啦，我喺影片敘述嗰度咧亦都重整咗個分佈，咁你哋亦都可以按喜好嘅角色咧去撳入一啲唔同嘅 YouTube 嘅 link 咧去睇。以及各位，如果你哋有留意嘅話，其實我係有一個嘅 Discord 嘅 channel， 不過呢個 channel 咧就按照以往嘅 policy 咧去做咗好多嘅分類，咁啊搞到權限嗰方面啊就有啲複雜。咁我就目前預計咧2025年嘅
第一個季度咧，去對 Discord 嘅分佈同規劃咧做一個大調整，而我亦都想營造一個和好嘅氣氛咧，去俾星穹鐵道嘅玩家咧去參與討論。我亦都可能透過咧 YouTube 嘅社群咧去問你哋一啲嘅意見，咁到時咧你亦都可以咧投票表達一下。咁今日嘅影片就分享到呢度，中意條片嘅朋友就撳個 like、留言、訂閱同埋打個鐘仔。咁我祝各位新年快樂，我哋下年再見啦！